不过感叹归感叹，他们也知道楚风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自然是灵神一族的安危。楚风小友，你看看这些，能不能有用得到的？各方势力皆是将他们压箱底的宝贝拿了出来，想在治疗灵神一族这件事上出一份力。还别说，这些势力到底是底蕴雄厚的庞然大物，其中一些天材地宝还真能被楚风用得到。诸位，多谢了。看着那些天材地宝，楚风也颇为感动。这些东西虽说作用有限，可终究是价值不菲之物，若非真心相待，怎会舍得拿出？一段时间后，楚风成功将天剑圣宫的血脉从灵神一族的力量中彻底清除，旋即将可用的天材地宝融入阵法之中，开始将灵神一族的力量重新融入。然阵法催动，不过一瞬，楚风便汗如雨下，面露吃力之色。这阵法的难度极高，主人，我们已无大碍，您不必为我们消耗自己。神会等人纷纷开口。开始已是如此，继续下去，就算那血脉暴走没有反噬，可楚风也会因催动这阵法而异常虚弱，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既然认我为主人，那便要听话，我心中有数。楚风此话一出，灵神一族众人也不好多言。至于其他人，虽然也担心楚风，可却也只能忍着，毕竟楚风是在救人，总不能劝楚风不要救吧。好在最终顺利将灵神一族的力量融合回灵神一族体内，虽无法恢复如初，且依旧虚弱，但至少性命是保住了。而楚风却也是耗尽力气，连站都站不稳了。他的情况很是糟糕，不像是短时间就能恢复得过来的，可偏偏众人又束手无策，因此小鱼儿等人皆是十分心疼。而就在此刻，黄甫天族族长穿过人群，他的手中竟握着雷火剑。楚风小友，我知道现在说这个不合时宜，可是那封锁太古坟冢的力量还未消散，悬于头顶的危险气息却越来越浓，是不是七星连珠还未彻底完成？闻言，其他人也并未责怪黄甫天族族长，因为黄甫天族族长所言属实，那股凶险气息确实更浓。这件事若不解决，不只是楚风，谁都别想活了。让我试试。楚风示意黄甫天族族长将雷火剑给他。大哥哥，要不等一等。小鱼儿则有些不放心，他怕楚风握了这把剑会有负担。无碍，这件事确实要抓紧，若不处理，我们可就都危险了。楚风道。而黄甫天族族长也将雷火剑递到了楚风手中。轰！这一刻，封锁世界的雷霆与火焰就像是受到了感应，竟如飓风一般围绕着世界旋转。不仅外面的人看得到，里面的人更是能够感受到那其中的威势，毁天灭地。紧接着，楚风高举雷火剑，竟御空而起。他现在没有御空而起的力气，是雷火剑带着楚风来到了高空之上。很快，那围绕世界的雷霆与火焰中有咆哮传来，似是雷霆，似是火焰，似是猛兽的嚎叫。伴随咆哮同时出现的还有隐隐光芒，似是阵法，似是生命，若隐若现，于那雷火气焰中奔腾。随之无比强大的气息也是笼罩世界，所有人皆不寒而栗，毛骨悚然。那股威势如此清晰，竟比先前楚风血脉暴走还要恐怖。在那威势面前，众人如飓风之下的蚂蚁，只要那飓风席卷而来，所有人都要支离破碎，魂飞魄散。轰！下一刻，天地震荡，仿佛整个雷火世界都要摇摇欲坠。是那光芒，那光芒携带着些许雷火之力，自世界的四面八方奔腾而来，涌入雷火剑中。随着融入结束，威势消散，雷火剑也恢复如初，一切似乎没有变化。唯有那封锁世界的雷火虽然依旧存在，但却仿佛只剩下了躯壳，丧失了灵魂与力量。那么力量去了哪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雷火剑之上。原来如此。楚风看着手中的雷火剑，目露笑意。可随着那雷火剑的御空之力消失，楚风却跌落而下。众人皆是御空而起，倒是黄甫战天手疾眼快，率先抱住了楚风。楚风小友，可感受到了什么？黄甫天族族长问道。虽然刚刚雷火剑掀起的动静威势滔天，可那凶险的气息却依然盘旋于世界上方。这把剑确实不简单，除去自身是极强的神兵外，它还能够开启通天之门。楚风道。通天之门。闻言，
众人为楚风感到高兴，许多人也都露出羡慕的目光。毕竟通天之门不仅能够直接进入第9道天河，还可进入满是机缘之地。之所以叫做通天之门，便是因为能够一步登天。但下一刻，所有人都心神一震，之前悬于太古坟冢上空的凶险气息正以极快的速度增长。见状，众人纷纷拿出观察手段，因为那封锁世界的雷火如今力量不在，他们使用观察手段，从内向外倒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这才发现太古坟冢上方竟出现了大片乌云，不是遮蔽某个世界，而是覆盖了整个太古坟冢的上空。但仔细看来，那并不是乌云，那翻腾的气焰漆黑无比，而那恐怖的凶险气息正是来自那黑色气焰。轰隆隆，忽然一道轰鸣自那黑焰中传来，伴随那轰鸣响彻的还有磅礴的红光，红光如同雷光，在云层中一闪而逝。世人的脸色更加难看，就连小鱼儿以及王强等人也是面露不安。当那红光浮现之际，所有人都感觉呼吸困难，一种极其诡异的感觉出现，就仿佛那红光具有吸力，欲要将他们的灵魂抽走。而那红光接连出现，每次都有相同感觉，仿佛自己的命已与那红光绑定，随时会被夺走。是我感觉错了吗？我怎么感觉那红光出现的时候，我就快要灵魂脱壳了？皇甫战天表情慌张，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皇甫天族老辈天才竟也如此不安。你也有吗？我还以为只有我有。皇甫天族族长道。经过交谈，人们知道原来所有人都有。兄弟，那是什么？该不会是献祭阵法吧？王强对楚风问道。确实是献祭阵法。楚风道。献祭阵法，7颗星辰的传承不是都得到了吗？7星连珠难道失败了吗？皇甫天族族长问，他也尽显慌张，毕竟这可关乎所有人的性命。7星连珠成了，但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对方没有坐以待毙，这献祭大阵应该早就存在了，且先我们一步。应该是在我们完成7星连珠的同时，对方也在酝酿这献祭大阵。我们虽然成了，可他也成了。楚风道。那我们该怎么办？众人问道。若想离开此地，唯有解除这献祭大阵。不过这献祭大阵的力量应该与这太古坟冢本身有联系，因为无论怎么看都覆盖了整个太古坟冢，这是来自太古超乎想象的力量。若想用武力来破开这献祭大阵，是绝无可能的。依我看，要找到那献祭大阵的布阵者，唯有找到此人，才能解除这献祭大阵。楚风说道。与此同时，太古坟冢深处，汹涌的涟漪如星空肆虐，一把光芒巨斧横空扫过，那庞然大物竟倒飞而去。此刻，庞然大物的身上竟出现了诸多触目惊心的伤痕，可他的脸上却没有半点慌张，反而抬头望去，露出了一抹诡异笑容。原来是那献祭大阵已蔓延至此，且很快彻底将这片星空覆盖。刷刷，两道身影自2个方向飞来，汇集到了一处，是天剑清渊与宋长生。此刻他们2人并未负伤，但却气喘吁吁，哪怕是他们2人联手对付那庞然大物也不容易。是你？2人同时看向庞然大物，觉得那献祭大阵与这庞然大物脱不开关系。庞然大物没有正面回答，反而是以看戏的语气道：啧，不得不承认你们不弱，是这个修武界限制了你们，若进入第9天河大有可为，只是可惜你们没那个机会了。宋长生与天剑清渊没有说话，但却再度出手，光芒巨斧与遮天剑雨再度发动。他们知道要想解除危机，必须斩杀眼前这位庞然大物。身后的触须同时掠出，脸上依旧挂着诡异笑容。楚风这边，众人皆是面如死灰，尽显绝望。这太古坟冢这么大，要如何去找？楚风若是判断正确，那对方自然也知道这一，只要藏起来，他们怎么去找？毕竟这太古坟冢浩瀚无边，到底有多大他们都不知晓。在这太古坟冢找人，那才是真正的大海捞针，何必操心这些？反正今日你们都要死在这里。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自远处天际传来，玄机界木白的身影也是浮现而出。你还敢来？发现界木白的那一刻，数道强大的力量便攻向了界木白。可是那些力量在靠近界木白后，就好像被吞噬了一样，消失不见。这让众人眉头紧锁，意识到界木白是有备而来。
一群将死之人，是想临死之前将我带走吗？你们想多了，这献祭大阵下，你们都要死，但我却能活。剑慕白自信满满的拿出了一张黑色符纸，这张符纸是之前剑慕白于太古坟冢内所遇到自称为帝的神秘强者给他的，只不过眼下这张符纸是空的。下一刻，所有人内心震荡，在剑慕白的身后出现了一个高达100米的人形虚影，同时一股强大的气息喷涌而出，席卷天地。那气息之强，竟盖过了在场的所有人。此影由虚转实，那是一个人形怪物，一头6臂，每只手腕下方不是手掌，而是利爪。至于面容，虽也是五官，但却丑陋无比，恐怖阴森。眼睛大如拳，鼻子向外翻，嘴巴则是裂到了耳根，其中满是尖锐的牙齿。这便是那符内的怪物。剑慕白之前一直不敢召唤，是因为需要献祭他的灵魂。他之前犹豫，是不想受制于人。可当那献祭大阵出现，他知道他无路可走，等待只能死亡。他必须投靠那位自称为帝的神秘强者。呵，可就在此刻，一声轻笑传来，是宋云。弄这么个丑八怪，吓唬谁呢？宋云此话一出，这边的人都不由一愣。那怪物的气息如此强大，可不像是吓唬人啊。小丫头，你觉得我是在吓唬你？剑慕白也饶有兴致地看着宋允，在他看来，宋允是在找死。宋允竟未回应剑慕白，而是再度抬头看了一眼那覆盖星空的献祭大阵。忽然，宋允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摸不清头脑的话：也罢，就这么决定了吧。就连剑慕白也是目露不解。小丫头，你是被吓傻了吗？而宋允接下来的举动则是让众人更为不解，他竟踏空而行，一步一步向剑慕白所在的方向走去。小丫头，你是在挑衅我吗？还是说你贪生怕死，想投靠我？剑慕白对宋允问道。投靠你？宋允忽然止步，盯着剑慕白，旋即轻蔑一笑。你也配？哦！猛然间，一声咆哮响彻，一张血盆大口自剑慕白的身后出现，竟一口将剑慕白以及剑慕白身后的人形怪物全部吞了下去。仔细看来，那是一个高达10000米的气焰怪物，气焰形态轮廓似狮，健硕四肢，身后是一条尾巴。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他的眼睛，他只有一只眼睛，非常巨大，占据了半个脑袋，而巨大的眼睛之中有着9个瞳孔，诡异、恶心、恐怖。对于此物，所有人都不陌生，那是9瞳魔焰，是玉魔天尊炼化的魔物。之前在宋云与星王获取玉魔天尊传承之时，因星王想掌控这9瞳魔焰，使得9瞳魔焰破除封印。幸亏宋长生赶到，将9瞳魔焰斩杀。可这9瞳魔焰怎么又出现了？就当众人感到不解之际，那9瞳魔焰已是来到了宋允的身前。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众人脸色大变，答案也似乎揭晓。庞大的9瞳魔焰身躯已是缩小了许多，1米身躯化作10米左右，而外形恐怖、生性残暴的它，竟如猫咪一般乖巧地趴在了宋允的面前，任由宋允伸手抚摸。